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30号，欢迎回到我们和孩子谈钱第21集的节目。哇，想不到我们这样慢慢的累积居然也能够累积到21集的节目了。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理财方面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关于消费跟支出。那这个单元其实在我一般的这个实体的课程中其实我大概会花一整堂的时间来跟学生们讨论，然后呢让学生们来想一想，就未来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一天他们自己长大了之后呢，自己要负担自己的一个生活开销的时候，大概有哪一些预算哪一些项目要来考虑呢？那我们就会从这个食衣住行娱乐各个面向一一的来带学生们讨论。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在家里呢找时间可以跟孩子们呢来聊一聊让孩子认识一下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生活上的费用与开销。那我的实体课程呢，这个部分通常是会在跟这个国小高年级以上的孩子，所以呢，如果您家里也有这个中高年级以上或者中学生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们呢，也可以找机会呢来跟他们聊一聊。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饮食餐饮的部分呢来讨论。那通常呢，我都会先问问学生或孩子们，未来长大之后呢，是比较喜欢自己下厨，还是比较喜欢到外面去吃餐厅或者叫外卖？那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是一半一半了那以我自己来说，我算是比较偷懒我不是很喜欢下厨的人，所以如果叫这个外卖也好，到外面去吃也好，我们用最基本的这个预算来估计，像在台北现在买一个便当大概是要这个可能70-80块到100多块，所以通常呢我们就用大概取一个大约的价格，例如说一个便当100块。好，那假设我们一餐吃一个便当100块的话，一天可能午餐晚餐2个便当就要200块的预算。那早餐或许便宜一点，可是有时候你可能还是会需要买个水果或者有时候可能还是会吃一点比较贵的东西那所以一天的在饮食方面的预算呢，我想用300块来估计，应该算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需求基本的需求。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算算看假设一个月有30天来算好了，300乘以30一个月就要花9000块在这个饮食上面的预算。那当然了，这边也做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呢，只是一个试算的数据给大家参考。那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的状况，还有想要的生活方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状况呢，来斟酌调整你的这个预算。例如说，我在课堂上有一些学生，他们会说：“老师，我吃的很省，我一天可能只要一餐，也许只要70块。”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预算往下调整一些。那有一些学生很有想象力，说我以后呢，我要每天吃大餐，或者是我甚至要请这个厨师那你呢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呢，来往上调高你的这个在饮食方面的预算。那这个都没有对错我们再一次强调，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状况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方向所以其实通常我们也不会去否定孩子我们会让他知道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好，那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当然有时候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常常其实是超出这个超现实的就是说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预算其实是超出大人的这个想象的。但是我们都会用这个鼓励的方式，就是说也许这个预算并不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达成，可是你可以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也许在你30岁40岁或者人生到了一个事业有成的阶段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继续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提醒就是一个跟孩子的一个正向教养的沟通方式。我们讨论饮食的部分之后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服装衣服的部分。那通常我就会问学生说，现在你们的衣服大部分是自己
自己去买的或自己上网选的呢，还是爸爸妈妈帮你们挑选的哈？那大部分的情况好像还是这个爸妈家长选择的居多。那通常学生们认识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是 Uniqlo 或者是这个 H&M、Zara、Nike， 这个可能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那我就会带着学生们去参访这些品牌的网站，然后让他们认识一下，这个每一家服装公司他们的服饰的单品大约一个平均的价位。那以最常见的这个平价的 Uniqlo 来说一件衣服或裤子大概要抓500元上下的一个预算。所以像我们在跟学生讨论的时候呢，一天的这个服装你可能要考虑到上下内外也就是你的上衣，然后你的下半身的裤子或裙子，然后呢可能还有你的内衣内裤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这样4件组成为一套那一套呢，如果假设刚才讲了我们一件是用500块的平均预算的话，那一套就是500乘以4，表示说你这样一套衣服大概要准备2000块的这个预算那以一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大概要准备2个季度的服装也就是长袖跟短袖春夏跟秋冬。那一季呢我想可能大概大略的估计你可能要准备10套衣服轮流来替换因为可能你每天上学要穿不同的衣服，然后换了之后呢要换洗，那搭配一些旧的衣服呢，所以轮流来穿着，所以大概平均可能每2个礼拜到3个礼拜呢，你才会换到一个重复的衣服。那当然这边也只是提供一个大略参考的数字有的学生会说，老师我这个不怕冷像我的女儿也是一样，这个寒流来的时候她也是穿短袖那就可能只要准备1个季度的衣服，或者有些学生很省他就可能只要准备更少的服装。那或者也有一些尤其是这个女同学，她可能开始很重视她的外表，她会选择更多的这个服饰来搭配，那预算呢也可以斟酌来调整。那以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来说，如果一年要准备2季的服装，每一季大概要准备10套的衣服，一套是2000块这样的预算的话，表示说一年大概要准备4万块的预算4万块的预算在这个服饰上面。那这个部分呢还不包含例如说像袜子鞋子帽子或者尤其是女孩子有一些配件包包装饰品，甚至于是化妆品保养品甚至于美容美发等等，这个都不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都是要另外再估计的部分。所以如果一年抓4万块在这个服装的预算上面的话，你可以把它除以12简单来说大概1个月大概就要算3000多块这样的一个预算。好，那讲完了这个10跟1那我们要来讲这个住。不过因为居住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所以这个地方呢请让我们稍微留到后面再来讨论。好，那我们先暂时跳过这个居住的预算，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行也就是交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们就会跟学生聊一聊，就是他们会希望以后自己长大之后呢，是一样要搭乘这个所谓的大众交通工具，还是说会想要自己买车不管是买摩托车也好，买汽车也好。那像我们在这个双北的环境那台北市或新北市有这个悠游卡的月票方案，目前是1280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个1280当做一个基本的预算的价位那当然有些学生可能其实不需要这么多那就可以根据他自己实际上通勤的状况来调整。那当然也有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家里因为现在家里环境还不错，是爸爸妈妈接送私家车接送上下课的，他也会觉得以后长大之后自己想要买车。那我们就会跟孩子讨论那你想要买什么样的车所以常常其实课堂上会发现哇，很多学生对这个车子的品牌或者是款式的认识其实比我还丰富。那不过其实现在大概很常听到的学生们认识的这个汽车的品牌最有名的就是现在这个电动车Tesla。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课堂上常常用这个 Tesla 当做范例就带着大家真的到 Tesla 的网站上面去浏览，然后呢看看如果你要买这样的一台电动车要多少的预算。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阶段在 Tesla 的官网搜寻以这个最平价的 Model 3的款式，
加上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的功能，大概要195万。那这个买车现在也可以用所谓的这个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大概要准备将近40万的一个头期款，那剩下的部分呢，你可以用每个月来分期付款，分60个月也就是5年的时间，然后呢，每个月大概要付将近28000元左右来买下这台电动车。除了这个买车本身之外呢，你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停车，对吧？你要有租一个车位，或者你自己要买一个车位。那另外呢，如果自己买车养车的话呢，当然还有就是考虑到加油或充电的费用，然后还有未来的保养费啊，这个相关的一些税啊跟保险等等，这个都要另外算进去。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们讨论看看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这部分的预算呢，大概要怎么样去估计。那这个也是根据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或每个爸爸妈妈的环境呢，可以来弹性的斟酌调整。那除了汽车交通工具之外还有一个广义的型，就是网络。现在这个上网大概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要素了。那以我们现在普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上网的费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例如说这个吃到饱499吃到饱。那当然每一家的这个电信业者的费率会稍微有一些不同啦，不过基本上如果未来还是维持在这个费率的话呢，那我们的孩子大概也是要估计这样的一个预算在上网的一个服务上面。讲完了这个11型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育跟乐谈到育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问学生们未来会不会想要当爸爸妈妈，会不会想要有小孩呢？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假设性的问题啦，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发现蛮多的学生在课堂上给我的回馈是第一时间他们就不要有小孩，很肯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养小孩的成本好像蛮高的。那我们就会跟孩子来讨论如果你以后有小孩的话，你会想安排他们念公立学校呢，还是私立学校？那以公立学校来说，当然学费相对就便宜很多，一个月大概几百块这样子，那可能不含餐费。但如果是私立学校就不一定了可能有的私立学校一个月2万块3万块的学费都有可能。那当然这些都还不包含所谓的像一些安亲或才艺的课程等等。所以通常在这个讨论之后呢，学生们都会更体认到自己这个爸爸妈妈在自己身上的投资其实花了不少的预算这样子。那我也会引导孩子们其实要珍惜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投资。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投资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孩子他目前是很坚定的我以后就是不要生小孩。那就算是这样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自己对自己本身的一个教育学习的安排。好，所以呢也可以跟孩子讨论看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爸爸妈妈自己有没有参加什么课程。例如说可能比较常见就是可能参加例如说健身房或者是一些运动相关的课程，或者是在跟工作有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培训提升等等。那其实这个都是要一些额外的预算的。甚至于是现在很多人除了买书之外，可能还会参加很多线上的课程，这个也都是广义的一个教育的预算范围里面需要去考虑的部分。好，接着讲到这个娱乐的部分那很有趣的是，我发现在我的课堂上现在调查孩子们平常最常做的休闲娱乐，绝大多数都是打电动追剧要不然就是看电视，然后睡觉有少数的是看书然后好像运动跟旅游的这个喜好当做娱乐的也相对是少数不过当然这个每个家庭或者每个孩子的状况不太一样啦，也有可能一些孩子比较害羞，在课堂上也没有积极的表达，也有可能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呢跟孩子们来讨论看看平常家庭一起从事的休闲娱乐有哪一些，然后未来自己长大之后呢会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一个休闲娱乐的时间。那这个除了这些所谓的室内的打电动追剧这些比较这种静态性的娱乐之外，其实
我还蛮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出国旅行。当然现在是疫情啦如果说未来有一天这个解封了，可以再度出国旅游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需求一定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以我自己的这个粗略的印象呢，在疫情之前好了，如果在这个台湾周边例如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旅游，那参加团体的这种旅游费用呢，大概一个人可能大概要抓个3万块上下如果像日本啊、这个韩国啊，一个礼拜这样左右的行程大概要2万3万差不多那当然疫情开放之后以后会怎么样，这个我们不晓得也许以后要再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就以这个一个人每年出国一次的这个预算抓3万块来估计的话，那换算到一个月可能就要存个大概2500块，甚至于到3000块。这个呢是我们在做这个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以来做一个安排。好，那我们刚才讨论完了11型娱乐之外，那让我们回头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居住那根据统计呢，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居住的预算应该也是一般生活家庭这个开销里面最大的一个项目了。那通常我们就会先问孩子们、问学生们，就是以后长大之后呢，会想要这个买房子吗？还是租房子呢？还是继续住在家里呢？那如果是住在家里，你觉得爸爸妈妈会让你住到几岁或者想要养你养到几岁？那我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呢，其实大部分的孩子还是会觉得有能力的话想要自己买房子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房价现在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真的在课堂上示范，带着孩子呢去了解一下现在一个房价的行情。爸爸妈妈们呢也可以呢借这个机会找时间透过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房屋中介公司，或者是这个政府有实价登录的网站呢带着孩子来认识一下我们现在居住环境呢周边的一个房屋的预算跟行情那也让他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要买房子的话，大概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例如说你要知道你要居住的地区，然后类型，然后格局、坪数可能还有屋龄最重要的是单价跟总价例如说像老师自己住的这个大安区然后我们附近的房子，例如说大概30-40年屋龄这样的一个老大楼的话，那它的单价我们在台湾是用每一坪大概要90万上下，所以如果一个50坪左右的一个老房子那大概也就要45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蛮有趣的现在的孩子很多都知道这个房价很贵但是还是怀有一个很积极的梦想。带着孩子认识这个房价的行情之后呢，我们也会带着孩子来讨论认识这个房屋贷款的试算网络上也可以找到很多银行的网站呢，提供这个房屋贷款的试算。那根据我们目前的查询大概每1000万的贷款，如果你贷款30年的话，然后我们用这个 1.5% 这样的一个利率呢，那换算下来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光要缴交的这个本金或利息呢，加总大概是34000元左右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买这个一间1000万的房子来贷款的话，你每个月就要缴34000所以你看在台北这个买房子的压力其实可能也许不止在台北现在在台湾各地买房子其实都是对年轻人来说蛮大的一个压力随便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可能就要缴个6-7万的这个房贷所以其实是真的不太容易的所以很多孩子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后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务实一点，就觉得那我还是先住家里好了。那住家里呢，当然也有一些家里的开销要认识的，例如说家里的水电瓦斯管理费这些的那像我们家呢，可能一个月可能大概要4000块5000块，这应该也是基本的一个开销的水平啦所以那如果要住家里，那自己有工作收入的时候，是不是要帮忙分摊这样的一个费用呢？我也常常跟我自己的孩子说，等你们长大了18岁，或者是这个离开学校开始有工作的时候呢自己如果还是要住家里的话呢，就要帮忙分摊一些家里的费用了。
让他们呢开始学习为自己的这个理财来负责。讲完了居住的部分呢，最后我们再来补充一个关于医疗。我想医疗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开销的项目啦。那就算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在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健保制度就是每个月呢我们要缴一些基本的健保费那让我们在真正需要去看病就医的时候呢，能够相对的一个便宜的支出来进行医疗的服务。那可能大部分的费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健保局也就是大家缴的这些健保费呢来支付。那这个每个人要缴的健保费呢，一般来说跟你的这个身份职业收入有关，所以当你的这个收入越高，你要缴的费用越高那以一般在台湾目前的这个，不管你是在公家或民营机构上班的这个受薪的上班族，最少每个月每一个人的这个预算大概是392元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跟孩子说所以你要考虑到如果健保的话大概是400块大概是400块，也许等大家长大之后呢，这个费用又更高了。这个还不包含呢所谓的商业保险就是另外你跟其他的保险公司买的这个商业保险所以呢在医疗的部分，我想至少每个月可能要从400块这样的预算呢来起跳估计。那我们讲完了食衣住行娱乐医疗之外，最后剩下的呢就是其他这个其他呢可能包含你的所得税要交给政府的税，当你有上班有工作有赚钱的时候，赚钱要缴税。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礼仪费你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例如说帮朋友庆生或者说朋友以后结婚生小孩你可能要包个红包。还有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孝亲费要给爸爸妈妈的一些生活费，或者是包红包给爸爸妈妈这个呢都可以来跟孩子讨论看看，你以后要包多少红包给爸爸或给妈妈呢这个也都可以找机会呢来跟孩子呢做个讨论。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关于未来的一个消费支出的预算。那也欢迎爸爸妈妈们有空呢可以跟孩子们来讨论一下。那当然了，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提醒，这个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需求呢可以来弹性做调整。那主要只是要了解一下，让孩子们对未来的这个开销呢有概念而已。那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课堂上面常常学生们试算出来的结果呢，这个保守的呢从每个月1万多块2万块到这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个月20万30几万的都有所以其实我们也都会鼓励孩子们，就是说努力的学习，然后培养正确的理财观念一样可以有机会朝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的目标呢来努力去实现。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冷笑话时间。妈妈弄丢了一个东西，为什么妈妈还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她丢掉了坏习惯。你知道阮经天的舅公谁吗？阮昨天。当然是阮古公好，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呢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也欢迎赞助斗内给我们一些鼓励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